据环球网的最新报道，印度正积极考虑申办2036年夏季奥运会，并暗示吉吉拉特邦的首府艾哈迈达巴德市有望成为这一国际盛事的主办城市。塔库尔强调，印度曾成功主办过1982年亚运会和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那就是印度完全有能力承办2036年的奥运会。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申办奥运会绝非易事，它既要求申办国达到国际奥委会的严苛标准，同时也要在许多领域证明自己的杰出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细致考虑几个核心要素。首先，完备的基础设施是基础条件，这意味着申办国需要具备一流的体育设施和有效的交通体系。同时，举办奥运这类资金密集的大型活动，需要显示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资金筹集能力。政治稳定也是必要的支撑，一个和谐而稳定的政局是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底层保障。与此同时，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必须遵守严格的生态保护规定，展示对环境的尊重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在申办过程中，国家会面临各种挑战，其中筹资复杂性是首要难题。组织奥运会所需的庞大资金依赖于政府、私营企业以及国际组织的共同协作和筹资。其次，体育设施的建设工作也非常重要，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多项体育设施的新建或升级。这不仅是技术上的考验，也对时间管理能力提出的挑战。最后，赛事的安全保障绝不能掉以轻心，确保整个比赛期间的安全对申办国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担子，这需要精心的规划和周密的执行。奥运会常被人戏称是费钱费人的活动，为何各国还是抢破头的想承办呢？当然是看中了其中的利益。国际形象的提升是最直接的好处之一，成功举办奥运会能显著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声誉，更能向世界展示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促进体育事业也是奥运会不可忽视的长远影响。奥运会的举办能够激发国内对体育的热情，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体育人才，长期效益的实现是奥运会对东道国的另一项重要回馈。虽然短期内奥运会的举办成本巨大，但从长远来看，奥运会留下的设施和遗产，如体育场馆、交通网络等，将持续为社会带来效益。印度的承办能力可从其历史上的承办经历中略见一斑。然而，在申奥的征途上，印度屡遭挫折。至于原因不如来看看印度曾经承办的运动会。2010年的英联邦运动会因组织上的混乱和层出不穷的问题，被媒体形象地描述为体育史上的灾难。尽管印度在2003年便获得了申办权，并声称为此投入了高达60亿美元的资金，但在长达7年的筹备期间，运动场馆的建设进展缓慢，部分设施直至运动会开幕之际仍未完全就绪。据外国媒体报道，印度组委会2007年才着手准备，实质性的筹备工作更是推迟至2008年初才开始。这种仓促的筹备方式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诸多问题，体育场馆未能按时完工，其质量也令人堪忧。在运动会开幕前夕，连接尼赫鲁主场馆的人行天桥突然坍塌，造成23人受伤。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在紧急抢修过程中，有媒体揭露印度建筑公司竟然雇佣童工。这一丑闻一经曝光，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2010年，印度承办英联邦运动会，前期准备问题百出也就算了，更要命的是运动员抵达宿舍后的情景，房间肮脏，污水横流，甚至有的宿舍尚未完工。更令人担忧的是，当时新德里正值登革热疫情爆发，消毒液与污水的混合气味让运动员难以忍受，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健康和比赛状态。卫报甚至讽刺地称，印度为运动员们修建的宿舍耗资1.5亿美元，却只能获得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称号。印度斯坦时报也报道了印度运动员的担忧，他们担心自己被当作小白鼠，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活和训练，这无疑给他们的比赛和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这种恶劣的居住环境引发了各国运动员的强烈不满，包括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英国自行车选手霍伊在内的多位世界顶级运动员选择退赛。
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时任印度总理辛格要求组委会在48小时内彻底清理运动员村。然而，体育场馆和宿舍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直言不讳地指出，印度的基础设施并不具备申办奥运会的条件。在英联邦运动会中，有100多名运动员因为居住环境的肮脏和恶劣而选择退赛。在英联邦运动会的噩梦之后，国际奥委会对印度能否成功举办国际赛事持怀疑态度。而且，印度并非唯一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国家。今年10月，韩国首尔体育局局长崔庆表示，首尔也计划申办2036年奥运会。印度需要借助奥运会这一平台，向世界展示其发展成就和文化魅力，但印度也需要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全面提升其体育赛事的承办能力，以期在未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支持。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